各位新老朋友们，欢迎来到嘉诚养生道，收看本期的节目。各位长辈，进入夏天后，您是不是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凌晨3、4点，喉咙干得像冒烟，必须得爬起来找水喝。好不容易躺下，心里又莫名其妙的烦躁，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白天稍微吃点东西，胃里就胀着一股气，上下都不通畅。如果您占了哪怕一条，请务必把今天的内容看完，因为您以为的上火，很可能正在慢慢掏空您的身体底子。遇到口干舌燥、心烦气躁，很多长辈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哎呀，热气了，赶紧去喝杯念四味，或者泡点苦瓜干、金银花降降火。千万别这么干。今天我们要聊的健康真相是，上了年纪的人在夏天往往不是真上火，而是阴虚火旺。您越喝苦寒的凉茶，脾胃就越虚弱，胀气和失眠反而会越来越严重。真正懂养生的高人是怎么做的呢？在港台富豪圈，尤其是那些年近90依然精力充沛的商界大咖，他们的私人医生在夏天首选的并不是名贵的燕窝人参，而是一个非常平价却能4两拨千斤的玉竹铁三角配方。这个配方既能滋阴生津去虚火，又能把脾胃养得舒舒服服。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个高端圈子里的养生底牌给您掰碎了讲清楚。我们先来看一个现象，您去观察那些顶级富豪，他们每天面对几百亿的商业决策，工作强度极高，压力极大。按照常理，这种人是不是最容易着急上火？但您看他们在公众面前说话永远是慢条斯理，不疾不徐。这不仅仅是修养，更是身体内部气血阴阳平衡的表现。他们的私人医生非常清楚一个道理：健康就像做生意，不能等资金断裂了才去借钱，要在阳光灿烂的时候修屋顶，这就是危机前置。到了夏天，普通人只觉得热，但在医生的眼里，夏天是老年人身体津液流失最可怕的季节。什么是津液？您可以把咱们的身体想象成一台正在运转的老汽车。夏天的气温就像是在踩油门，发动机转得飞快。这时候出汗多，就等于水箱里的冷却液在疯狂消耗。老年人本来就气血渐衰，身体里的水本来就不够，夏天一出汗，水箱彻底见底了。水箱一干，发动机是不是就会发烫？这就叫阴虚火旺。您感觉到的口干舌燥、干咳咽痒，其实就是水箱缺水发出的警报。那为什么会失眠心烦呢？因为这股虚火往上飘，扰乱了心神。这时候如果您去喝苦寒的凉茶，就等于给滚烫的发动机直接泼了一盆冰水。火是暂时灭了，但发动机也彻底坏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喝完凉茶后，口干没解决，反而开始拉肚子、胃胀气、吃不下饭，因为脾胃的阳气被彻底伤透了。那么不喝凉茶，这股虚火怎么退？富豪们的私人医生给出的答案非常接地气，核心就一味药，玉竹。您去中药房看看，玉竹非常便宜，长得像干枯的竹根，但它在《本草纲目》里的地位极高。玉竹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给您身体的水箱里温和的加水，它滋阴润燥、生津止渴。最绝的是它性质非常柔润，微寒而不伤胃。养生不是用金钱堆砌，而是顺应事实，对症下药。几块钱1两的玉竹，对于夏季阴虚的老年人来说，比几万块的老山参还要管用。但是请注意，单单用1味玉竹泡水，还远远达不到首富级别的养生效果。因为玉竹偏润，老年人如果单独喝多了，脾胃运化不过来，容易觉得稍微有点腻，所以必须要给它搭配另外2味黄金搭档，把滋阴、降火、健脾彻底打通，形成一个无懈可击的铁三角。
讲到这里，我想问问屏幕前的老朋友们，您在夏天最难受的症状是什么？是半夜口干，还是饭后胀气？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我们一起交流。到底需要加入哪2味神秘药材，才能让玉竹发挥出100%的威力，彻底解决胀气和失眠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为您揭晓这个黄金铁三角的完整面貌，并且教您怎么在自家厨房里轻松煮出来。千万别走开！刚刚我们留下了一个悬念，在港台顶尖富豪的圈子里，用来应对夏季阴虚火旺、化解肠胃胀气的底牌究竟是什么？现在我们就来揭开这个黄金铁三角的神秘面纱。很多长辈可能会想，既然是首富级别的私人医生开出的方子，那里面肯定都是一些名贵药材吧？是不是非得是千金难求的野山参、冬虫夏草？恰恰相反，如果您深入了解过老一辈港台企业家的生活习惯，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他们极度推崇务实与克俭。就像那位常年霸榜的首富，即便身家千亿，手腕上戴的依然是几十年前的旧手表。在健康这件事情上，他们的私人医生也秉持着同样的原则：对症才是真补，最贵的未必是最好的，最适合身体当下状态的才是无价之宝。在这个夏季专用的降火养胃方里，挑大梁的核心主角是一味非常平价，在菜市场或中药铺几块钱就能买到一大把的药材——玉竹。平价的君药为什么首选玉竹？为什么不用人参、鹿茸，偏偏选了便宜的玉竹？这就不得不提到老年人夏季身体的特殊性了。我们在第1章打过一个比方，阴虚火旺就像是身体这台老爷车的水箱干了，发动机在发烫。这个时候，如果您吃人参、黄芪，那就等于是在给发烫的发动机里猛加汽油，油一加，火烧得更旺，晚上更加睡不着，这叫虚不受补。如果您去喝苦寒的凉茶，那就等于给发动机直接泼冰水，火灭了。但脾胃这个发动机也冻坏了，稍微吃点东西就胀气。而玉竹的智慧在于它的柔润。在中医里，玉竹味甘为寒，主入肺经和胃经，它的作用不是猛烈的灭火，而是像春雨一样绵绵密密的给您的身体加水。它最大的本事就是滋阴润燥、生津止渴，同时清退虚热，却一点也不伤脾胃的阳气。对于口干舌燥、咽喉干痒、胃里觉得有一团虚火在烧的老年人来说，玉竹简直就是天然的冷却液。它一边温柔地把虚火降下来，一边把流失的津液补回去。养生不是用金钱去堆砌昂贵的药材，而是顺应身体的呼唤，用最平稳的方式拨乱反正。神仙眷侣麦冬与百合的绝妙配合，当然如果单靠玉竹一味药，力量还是单薄了一些，这就需要他的2位神仙眷侣来帮忙了。麦冬与百合在富豪们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中，睡个好觉往往是最奢侈的要求。很多长辈也是一样，夏天晚上心烦意乱，躺在床上烙饼似的翻来覆去，这就是虚火往上飘，扰乱了心神。这时候麦冬和百合就派上大用场了。麦冬和玉竹是经典的老搭档，玉竹负责大面积底加水，麦冬则专门负责润肺养胃、生津止渴，它还能入心经。如果说玉竹和麦冬把水箱填满了，那么百合的作用就是给大脑的神经系统降温。百合既能润肺止咳，又能清心安神，把这3者放在一起，您的身体微循环就打通了，肺部不干了，干咳缓解；胃里不燥了，口干缓解；心里不烦了，睡眠变好。点睛之笔，一两陈皮，一两筋，破局胀气。讲到这里，很多懂点中医的长辈可能会有顾虑：
这3味药都是滋阴的，滋阴的东西通常都比较黏腻。我们老年人本来脾胃就弱，齿轮生锈了，转不动，喝了这些黏糊糊的东西，肚子不是更容易胀气吗？您的顾虑非常专业，这正是很多普通滋阴方子的通病，也是这个黄金铁三角配方真正拉开差距，展现出极高智慧的地方。它的点睛之笔在于加入了陈皮。在广东和香港的家庭里，陈皮的地位极高。俗话说1两陈皮1两金。陈皮是干什么用的？它是理气健脾、行滞消胀的法宝。您可以把老年人的脾胃想象成一个转动缓慢的磨盘，玉竹、麦冬、百合这些滋阴药就像是倒进磨盘里的水和黄豆。如果磨盘转不动，这些东西就会堵在胃里，这就是您感觉到的胀气。这时候扔进去一片陈皮，就像是给磨盘加上了润滑油，同时还装了一个小风扇。陈皮的温性综合了玉竹的微寒，陈皮的理气，推动了津液的输布，它让滋补的药性润而不滞，补得进去又不会堵在半路。脾胃是后天之本，护好脾胃，让气血活起来，就是守住了寿命的存折。记下这个基础保养方，这就是港台康养圈子里备受推崇的玉竹铁三角基础方。它滋阴不寒凉，补养不滋腻，完美适配老年人夏季虚弱的脾胃状态。我们为您准备了日常保健的参考用量，建议大家按1人1天量直接截图保存干玉竹8到10克，主力加水降温，麦冬6到8克，协同润燥生津；干百合8到10克，清心安神助眠；陈皮2到3克，理气健脾消胀。建议刮去内层白瓤，可以减轻燥性。这4味药材强强联手，就像是在您的身体里建立了一道隐秘而坚固的防线，把夏季的虚火和胀气通通挡在门外。不过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有的长辈肠胃特别弱，有的长辈咳嗽特别严重。这套方子能不能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微调呢？到底应该怎么煮才能发挥出它最大的功效？在上一章我们揭开了玉竹、麦冬、百合、陈皮这个基础款黄金铁三角的奥秘。很多长辈看到这里，可能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去药房抓药了，但请您先稍等片刻，因为接下来要讲的才是那些顶尖私人医生真正展现功力的地方。如果您留意过那些长寿企业家的生活细节，就会发现他们的饮食和用药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的私人医生每天都会观察他们的气色、舌苔，甚至询问睡眠的深浅，然后对保养的方子进行微调。今天多加2克这个，明天减掉1克那个，这就引出了中医里一个非常高级的智慧——加减法。养生没有万能的公式，最顶级的保养永远是倾听自己身体的反馈，顺势而为。我们普通人虽然没有全天候陪在身边的私人医生，但我们完全可以学懂这套微调的逻辑，把自己变成最了解身体的主治医师。老年人的体质千差万别，同样是夏季的虚火，有的人表现在肠胃，有的人表现在睡眠。在玉竹铁三角的基础之上，我们该如何根据自己的老毛病，为自己量身定制一套专属配方呢？以下这4个针对性的加减法，请您一定要对号入座。第一类，肠胃极弱，动不动就胀气，加山药或茯苓虽然基础方里已经有了陈皮来理气化滞，但有些长辈的脾胃实在是太虚弱了，常年的老胃病，或者稍微吃点生冷油腻的东西，胃里就像塞了一团棉花，半天消化不动。这类长辈脾胃的齿轮不仅生锈，而且磨损严重。这时候如果您还想用玉竹来滋阴降火，就必须给脾胃额外的助力。私人医生通常会建议您在
基础方里加入干山药10到15克，或者鲜铁棍山药约200克。山药可是个好东西，它最大的特点是平补脾胃、益气养阴。它既能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把吃进去的东西转化成气血，又不会像人参那样燥热。山药就像是一捧温润的泥土，能把脾胃的根基培植得厚厚实实的。如果您的舌苔不仅厚，大便还经常黏糊糊的冲不干净，这说明体内还有湿气。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山药换成茯苓10克。茯苓就像是身体里的抽水机，能把脾胃里多余的污水排掉，湿气一除，肚子自然就不胀了。第二类，口干舌燥极重，喝水也不解渴，加北沙参到了夏天，有的长辈就像是走在沙漠里，喉咙干痛，甚至手心脚心都在发烫，半夜起来喝一大杯水，喝完没过多久，嘴里又干了。这说明您身体里的水箱不仅是缺水，而且是严重干涸。对付这种重度的阴虚火旺，单靠玉竹和麦冬的力量还不够，这时候需要请出滋阴界的另一员大将北沙参6到8克。北沙参、玉竹、麦冬这3味药一旦相遇，就组成了中医里赫赫有名的滋阴生津铁三角。北沙参不仅能大幅提升润肺养胃的效力，更擅长生津止渴。它能把喝进去的水真正转化为身体能够吸收利用的津液，让干涸的脏腑重新得到灌溉。顺应体质的微调，胜过盲目跟风的吃补。把钱花在刀刃上，才能让身体的每一分气血都得到滋养。第3类，心烦失眠极重，整夜翻大饼加莲子肉，老年人最怕失眠。夏天夜里本来就闷热，加上体内虚火扰动心神，很多长辈整宿的睡不着，第二天起来头晕脑胀，血压跟着往上飙。如果您的核心痛点是失眠和情绪烦躁，那么请在基础方里加入去腥的莲子肉6到10克。为什么强调要去腥？因为莲子心是苦寒的，吃多了伤胃，而去腥的莲子肉性质极其平和，它能养心健脾、安神定志。相比于市面上常见的酸枣仁，莲子肉没有那么强的收敛性，更适合老年人长期温和的调理。把莲子肉和百合搭配在一起，就像是给紧张的大脑神经唱了一首轻柔的摇篮曲，把虚火平息下来，让您安安稳稳的一觉睡到大天亮。第4类，久咳咽痒，说话声音沙哑，加无花果夏天吹空调，一冷一热，很多长辈容易落下干咳的毛病。喉咙里总觉得有一口痰卡着，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总觉得喉咙痒痒的，跟人多说2句话，声音就劈了。针对这种情况，最讨喜的加减法是放进2到3颗干无花果。无花果不仅口感清甜，能中和掉药汤里的苦涩味，让这碗汤变得像糖水一样好喝。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有极好的润肺利咽、化痰润燥的功效。对于缓解咽喉的干痒和异物感，有着立竿见影的舒服劲儿。讲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富豪们的养生秘诀，并不在于他们吃的有多贵，而在于他们懂得因人而异，随时变通。您完全可以把这4个加减法记在心里，根据自己每天不同的感受，灵活的在厨房里抓取食材。那么问题来了，这套量身定制的方子究竟该怎么弄才能最好的吸收呢？是直接拿开水泡，还是要在砂锅里熬上几个小时？有糖尿病的老人能喝吗？脾胃极寒的人又该注意什么？接下来我们将直接走进厨房，手把手教您如何把这套首富级配方变成全家人的日常保养茶和老火靓汤。里面还有几个必须要避开的雷区，一旦踩中，喝了反而会伤身。如果您觉得今天讲的这些不同体质的症状刚好戳中了您的老毛病，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您打算用哪一味药材来搭配玉竹？咱们接着往下看，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深入拆解了玉竹、麦冬、百合、陈皮这个基础款黄金铁三角，也教了大家如何根据自己的体质进行灵活的加减法。看到这里，相信很多长辈已经跃跃欲试，准备去中药房抓药了。但是方子再好，如果煮的方法不对，或者喝的时机不对，效果都会大打折扣，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如果您观察过那些顶尖企业家的生活日常，您会发现一个非常核心的规律：他们极度厌恶复杂。真正的财富精英在执行健康计划时，最看重的是低门槛的坚持。越是繁琐，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的流程，越容易半途而废。因此，他们的私人医生给出的日常保养方案，往往是极简的，能完美融入普通人生活节奏的。今天，我们就把这套首富级的养生配方原封不动地搬进咱们普通人的自家厨房，不用请专业的煲汤大厨，您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夏天白天口干舌燥是最明显的、最简单、最高效的吸收方式，就是把它做成全天的代茶饮。很多老一辈的企业家，哪怕是在几百亿项目的谈判桌上，手边也绝对不会放冰镇饮料，而是一个常年不离手的保温杯。这就是把养生融于无形的智慧。对于咱们长辈来说，准备这杯茶的过程也非常简单，日常代茶饮实操步骤。第一步，温水洗柴，将准备好的玉竹8到10克，麦冬6到8克，百合8到10克，陈皮2到3克，记得刮掉内层的白瓤，用温水轻轻冲洗一遍，洗去表面的浮灰。第二步，慢煮出味，把洗净的药材放进家用的养生壶里，加入800到1000毫升的清水。注意，尽量不要用刚烧开的沸水直接去猛冲泡，因为玉竹和麦冬的质地比较紧密，单靠泡是很难把里面的有效成分完全释放出来的。最好的方法是按花茶或者煮水煎，小火慢煮15到20分钟。第三步，反复续杯，煮出来的汤水颜色应该是淡淡的琥珀色，闻起来有一股陈皮的醇厚清香。您可以把它倒在保温杯里，白天口渴的时候就喝上几口，喝剩下一半的时候，可以继续加温水反复冲泡，直到颜色变浅、味道变淡为止。当天泡的当天喝完，千万不要留到第二天。养生的最高境界，不是把厨房变成药房，而是顺应自然，把日常的每一口水、每一碗汤都变成滋养生命的源泉。除了白天的代茶饮，在港台地区，老年人最熟悉的健康仪式感，莫过于煲老火靓汤。到了周末，儿女回家团聚，这时候把玉竹铁三角放进汤锅里，不仅是自己养生，更是全家共享的健康大餐。如果您觉得最近身体虚弱，光喝茶已经不够力气了，那么每周安排2到3次的煲汤，滋补性会更强。玉竹百合老鸭或瘦肉汤实操，肉类的选择，夏季煲滋阴的汤，首选是老鸭或者猪瘦肉。为什么不用老母鸡？因为鸡肉偏温热，夏天吃容易生内火，而鸭子是水禽，鸭肉本身就带有滋阴降火的功效，和玉竹搭配在一起，那是强强联手。准备200克左右的瘦肉或老鸭，先焯水去血沫，文火慢炖，把焯好水的肉和洗净的玉竹铁三角一起放进砂锅。重点来了，一定要切2片生姜放进去，生姜的辛温可以进一步平衡汤水的微寒，保护老年人的胃气。大火烧开后，转最小火慢炖1到1.5个小时。调味讲究关火前5分钟，加入少量的食盐调味即可。千万不要放味精、鸡精，也不要放重盐，
咸味会加重肾脏的负担，破坏玉竹生津的本来功效。中医有一句话叫“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再好的方子，如果触碰了禁忌，也会变成伤身的毒药。在服用这套配方时，有几条健康红线，请各位长辈务必牢记。这也是私人医生在叮嘱大佬们时反复强调的铁律。第一大红线：贪凉冰镇，自毁长城。到了夏天，稍微出点汗，很多人就喜欢把茶水放进冰箱冰镇一下，觉得喝下去透心凉，特别解渴。这在老年人养生中是绝对禁止的。我们说过，夏季的虚火是因为身体这台老旧汽车的水箱干了。如果您直接灌进去冰水，胃部的血管会瞬间收缩，脾胃的阳气被彻底冻灭。原本玉竹是用来生津的，被冰镇之后，只会变成困在肚子里的寒湿，直接导致腹痛、拉肚子。所以，无论天气多热，这杯茶、这碗汤必须要温饮。脾胃是后天之本，护好脾胃就是守住寿命的存折。而守住脾胃的第一步，就是拒绝一切贪凉。第二大红线：盲目加量，虚不受补。很多长辈有一种误区，觉得既然这几味药这么好，那我多放一点，是不是效果就更好？绝对不是。老年人的脾胃就像一个小马达，运化能力是有限的。玉竹和麦冬虽然好，但用量宜轻不宜重。如果您为了追求快速降火，一把一把的往下放，过于滋腻的药材会让脾胃这个小马达彻底卡死，导致严重的胀气和消化不良。记住，健康是慢慢养出来的，建议从最小的克数开始适应，细水长流才是真谛。第三大红线：睡前留饮，因小失大。百合和麦冬都能安神助眠，那是不是睡前喝一大杯最好？错。老年人的膀胱括约肌松弛，睡前1小时内如果大量饮水，必然会导致夜尿增多。本来是想靠百合来改善睡眠的，结果一晚上起夜3、4次，深度睡眠全被破坏了。因此，建议在睡前1到2个小时就停止大量饮用，白天喝足即可。第四大红线：特殊体质的警报。这套配方整体平和，像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都可以放心饮用。玉竹和麦冬甚至对平稳血糖有辅助作用，煮水时完全不需要额外加糖。但是如果您是极度虚寒的体质，表现为常年怕冷，夏天也要穿毛衣，大便1天2、3次，而且永远是不成形的水样便，舌苔厚得像铺了一层白霜，那么请注意，您体内寒湿极重，不适合单独长期饮用这套偏滋阴的方子。如果一定要喝，必须去咨询专业的中医师，大幅度增加陈皮和生姜的比例才行。只要避开了这4个雷区，把玉竹、麦冬、百合、陈皮请进您的厨房，您就能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度过这个漫长而燥热的夏天，把复杂的健康问题拆解成每天简单的喝水、喝汤。这就是从顶级圈子里流传出来的最真实、最落地的养生大智慧。我们在前面用4章的篇幅为您详细拆解了港台富豪圈里备受推崇的夏季平价养生方玉竹黄金铁三角，从为什么会阴虚火旺，到每一味药材的精妙配合，再到自家厨房里的实操方法与避坑指南，相信各位长辈心里都已经有了一本明明白白的健康账。到了今天这期视频的尾声，我们不妨跳出这几味中药，重新来看看隐藏在这个配方背后的顶级智慧。大家都知道，那位常年稳居香港首富位置的老先生，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商业格言：好景时不要忘记坏日子，坏景时不要忘记
好日子曾经来过。它在商业帝国里最核心的策略，就是永远保留充足的现金流，永远在太阳高挂的时候买好雨伞。这就是所谓的危机前置。其实身体的健康和做生意是完全一样的逻辑。很多老年人习惯了生病才去治病，口干的受不了了才去喝水，胀气的吃不下饭了才去吃胃药。这就像是公司已经破产了，才想起来去银行借钱，往往已经来不及了，或者要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而真正高明的养生，是学会倾听身体发出的哪怕一丝微小的警报。夏天的口干、干咳、心烦、轻微的胀气，就是身体在提醒您，现金流也就是津液开始短缺了，发动机也就是脾胃开始发热了。这时候趁着问题还没闹大，用几块钱1两的玉竹、麦冬、百合，搭配上1小片陈皮，温和的把火降下来，把水补进去，这就是在为您身体的健康账户里提前存钱。钱是赚不完的，但生命的额度只有一次。脾胃是后天的根本，护好脾胃，让气血源源不断，就是守住了您生命中最硬的一张底牌。为了方便长辈们记忆，我们再把今天的内容做个最简单的回顾。夏天易出汗，老年人容易阴虚火旺，千万不要盲目去喝苦寒的凉茶。记住我们的玉竹黄金铁三角配方：玉竹温和加水，滋阴降虚火；麦冬搭配百合，润肺清心，解决干咳和失眠；陈皮理气健脾，避免滋补带来的肠胃胀气。做法：温水洗净，煮水20分钟代茶饮，或者加生姜炖老鸭汤，绝对不能冰镇饮用。各位老朋友，今天讲的这味玉竹以及配套的这些养生加减法，你以前在家里尝试过吗？喝完之后，睡眠和肠胃有什么感觉？或者您在夏天还有什么一直解决不了的健康小烦恼？欢迎您现在就滑动到评论区，给我这位老朋友留个言，我们一起交流探讨。如果您觉得今天揭秘的这张平价健康底牌对您有启发，觉得我把深奥的医学道理讲得还算透彻，请动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这会鼓励我为您拆解更多真实有用的康养知识。健康不是一个人的修行，而是一辈子的陪伴。强烈建议您把这期视频转发给家族群里的老伴、老友，或者是平时容易着急上火的亲戚，大家一起把脾胃养好，才能在晚年享受到真正的福气。也别忘了点击订阅嘉诚养生道。咱们下期节目我会带您继续揭秘那些长寿名人到了秋冬季节又是用什么巧妙的方法来给身体冬藏的。这里是陪您慢慢变老，把健康揉碎了讲给您听的嘉诚养生道。祝屏幕前的每一位长辈夏日安康，吃得香，睡得沉。咱们下期不见不散。